丫头，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解释，但是这样对阿九不公平啊！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从无败绩，只要有楚灵在，边关便永保安宁。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他也会受伤，他也会有生老病死。3天前，界河一战，你阿爹身中毒箭，危在旦夕，阿九在那个时候才掏出这碗丹药。这剑是了宋末的剧毒，可有剑法？剑如一如铁，我先清理毒素。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不能再上阵厮杀，否则这残余毒素会扩散全身，神仙难救。这是几个战场里在看。将军，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我楚灵要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岂可以受亏一品？将军，将军，高阳现在有密药，一定可回阳救你。将军可愿一试？这药哪来的？我临行前，兄长给我的，他不会害我。将军，但小人一言。时间来不及了，只要这药有效，就是这毒，我也愿。你阿爹当他是救命之药，当初为了救将军，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何况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恐怕当日将军就……我将钟长荣愿意以性命保证，阿九当日献药之时，已经自陈身份，绝无半点欺瞒之意。时使将军之生死一线，不得不行险一搏呀！报！信阳来贵县负荆请罪，引起百姓骚乱为难，现场已乱作一团。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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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野人都有罪，自有军法处置，儿臣不可肆意妄为。你给老子起来！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碗药是给将军救命用的，谁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呀！数末大战，朝廷封赏认定你有功，你为什么向谁请罪呀？有功。拿将军的命还的。当时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啊！你，呸！哎呀，错了就是错了，没有理由。云中郡的规矩，何时轮到动用私刑？陛下明鉴，楚将军死的冤枉啊！我等实在是无法处置团气啊！你送死你多少？他害死了楚将军，怎会甘愿受罚？你们谁亲眼看到他杀人了？
谢燕来，当着云中郡的百姓，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可曾真的想过害我阿爹？殿下，万万不可轻信于他呀！他是谢家人的。他16岁入我父亲帐下，谢燕来先是楚家军，然后才是谢家人。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父亲究竟因何而死吗？那今日便说个明白。军医，将军所中之毒，名唤千机燃血饮，乃是数种毒物炼制而成。此毒短时间内使人血脉流速提升，肌骨爆发力激增，甚至可让濒死之人回光返照。3年前，界河大战，将军身中毒箭，军医束手无策。我亲眼看着将军吐血不止，是阿九的丹药，生生把将军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我们原以为此药乃是救命稻草，可是谁能想到，竟是饮鸩止渴。但那日若是没有此药，将军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天书14年，阿九出入边郡，巡逻时发现朔漠探子混入边境，彼时还是个16岁的少年，拼死打退了朔漠探子，自己也身中数刀，离心脉只有半寸。天书15年，朔漠军突袭边境村庄，将军率兵抵抗，阿九用肩膀帮将军挡了一枪，也护住了全村百姓。天书16年，朔漠来犯，他随将军死守界河，在朔漠人的箭雨之中身中2箭，砍断吊桥，才没有让朔漠人渡过界河，也使大楚百姓免遭苦难。还有之前望城之战，他深入敌营，破坏粮草和水源，差点死在敌军之中。这样一个人，真的会害了自己的将军吗？阿九身上这些刀剑，都是为了护着你们爱的。你们现在要杀他，得先问问，对不对得起他身上这些伤。难道我们要因为一句流言，就杀害这个救过将军、救过云中，也救过大楚的恩人吗？当年，父亲为救我们这些俘虏，闯入朔漠军营被发现，还替我们按下了朔漠狗的行囊。当年在界河，我差点葬身在朔漠的铁骑下，不久把我救了回来。我看到他舍命去救将军，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害将军。这我孩子身上这么多的伤，他是我的救主，阿爹只此一生啊，楚将军。送
3日未眠，你要熬死自己。对不起。满意了。你为什么非要逼我？非要看我溃不成军的样子是吗？谢燕来，将我的冷静自持踩在脚下，你就开心了是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闭眼吗？因为我一闭眼，就是我阿娘临死前的样子，还有我阿爹咽气前都不曾瞑目的模样。你要我如何面对？如何不恨？如何不痛？是你，他本来可以活着，哪怕苟延残喘，至少他活着，至少他是我爹，我不是个孤儿。是你这个杀人凶手，我娘死在我眼前，你又害死了我爹，是你！阿昭，阿昭，这就是你要的党啊！阿爹在说什么胡话？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一点都不精彩。阿爹以后不要再讲了。阿爹没有骗你。我娘是楚都贵女，是大家闺秀，不是什么说墨女将。我阿爹说你是我娘，你是吗？那敢问阿爹，这些年你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故事都是假的吗？我娘出身高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善写小篆，画花鸟，弹古琴，你会吗？你如果是我娘的话，你一定会写，你现在就写给我看，你写给我看啊！你不会，你这双手只会舞刀弄枪，你只会杀人，你双手沾满鲜血，你不是我娘，我娘不是这样的。阿昭。让他说完。我的母亲眉如远山，肤若凝脂，她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好的娘亲。我的母亲，即便是死了，也不会抛下我。她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不会欺我、骗我。而你，配吗？阿昭，我说错了吗？这一切不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吗？我娘是楚都贵女，我娘病逝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呀！还是这么多年，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谎言？到底什么是真的？阿爹口中的母亲是假的，阿爹你病中也瞒着我，到底什么是真的？够了！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你娘。将军病重，都分不清什么是话本，什么是真的。那既然我阿爹说的是胡话，那你就带着这个没有人要的破东西离开我楚家。你这是何苦啊？她现在不光是你楚灵的女儿，更是大楚长公主。
他的母亲不能是一个树魔人，也不应该是我。阿兰。 他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或许，他只是想要你平安。平安？我活了19年，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我现在才发现，最讽刺的不是祭拜空坟，而是我的母亲。 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真正的博爱，连欺骗都是多余的。在我8岁的时候，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她跟我说，她一定会来接我。可到最后，也没有等到她。你是想告诉我？ 他们骗我，是因为爱我。欺骗分很多种，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可我需要的是真相，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我也不想。 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19年，他们骗了我19年。那你知道了真相，你打算怎么做？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爹？ 阿成，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将军已经没有时间了，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上吗？没有可是，你已经错过了19年，在这最后时刻，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 将士们备了薄酒，赏脸好歹是喝一杯青乌酒以后再走吧。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耽搁不得。殿下，哎，丫头着急回家，你拦着做什么？让开，让开，让开！诸位的好意，我都心领了。殿下，在去路上吃。乡亲们，大军开拔，切莫挡住道路，耽误行程。好意心领了。
太傅到了，让他进来。是。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实乃朝廷栋梁啊。太傅深夜到访，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本官是来贺喜的。谢大人，望城一役可谓大捷。太傅何出此言？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当然了，还有九弟冲锋陷阵，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便是有望接手了。谢大人，好算计。太傅糊涂了，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怎可随意离开皇城？再者说了，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对别人或许不易，但是对谢大人来说，不是易如反掌吗？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哎呀，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在这魏家村的渊源。太傅，有些话说出口，可就收不回了。哎，谢大人，何必紧张呀？本官只是好奇，这魏家村的这场大火，究竟是谁的手笔？一个疼爱弟弟的兄长，又为何会对真相避而不见呢？太傅若是有证据，大可以去陛下那儿上奏。深夜前来试探于我，我送太傅一句话吧：借谢燕来这把刀，可砍不断谢家这棵树。谢氏百年基业不倒，自有倒不了的道理。本官只是就事论事。至于这百年根基，若是放世子，守门人到了。世子大意，小南军会出兵协助我军攻打望城，可世子非但没有出兵，还眼睁睁看着我军兵败，折损大半，我军残部全数死于云中郡境内。不知世子作何解释啊？战场瞬息万变，我冒险借道给贵部，已是竭尽所能。又岂能为部先知？况且，贵军残部若是死在我萧南郡内，朝廷还会对我怀疑苛责，于我来说没有半分好处。若是因此怀疑我与朔漠合作的诚意，着实让人心寒呐。一句不知，就让我朔漠将士白白送死吗？
大王又何曾信任过我？毕竟，到现在大王都没有告诉我，为何5年前要我助树在魏家村放那把火。 那便一拍两散。葛大婶说，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果然不假。所以，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自投罗网。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趁机去望城？所以还请谢统领，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你们是谁？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居然是他！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梁强，你怎知我名字？谢大人既然不允许我调派新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你的人罢了。那谢大人认为，阻止得了我，就能安插你的人手了？太傅不信我，我也不信太傅，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楚灵，相信楚灵临死之前会安排好一切，不会有混乱，不会让朔漠贼趁虚而入。大楚危，则危我们自身；楚灵也是一样。大楚危，他女儿身为长公主，也是死路一条。楚灵是不会让自己女儿陷入危险之中的。好，既然不能调动将官到云中郡，但谢大人，你家私养的那些兵马，也不要踏足云中郡。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我读过。你究竟是谁？三皇子伏诛，旧部尽数被贬黜，梁家自此没落。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你究竟是谁？来帮你的人。我们不过是从仓木寨逃出来的山匪。梁公子在此巡逻，路遇山匪，将我们押回去。可是大功一件，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梁公子莫要多心。你只需权衡一下，这功劳，你要还是不要？到了望城，你们若敢耍花样，我随时取你们性命。公子既肯收下这份功劳，我们自然守规矩。谢大人，你家那位九弟，打算把长公主拐到哪里去啊？他们两个受罚的受罚，养病的养病，何来拐带一说？那本官提醒你一句：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可这挟长公主啊，只能令一个楚灵。而且得不偿失，你应该很清楚。那太傅也应该清楚，
楚昭不能死，他必须得活着。只有他活着，朝堂才不会再起谋逆之乱，你我这盘棋才能继续下去，不是？如此，就希望你家那位九弟能不负众望，保住长公主的性命啊！这是自然。不过太傅有句话说错了，不是我家九弟拐了长公主，而是长公主拐走了我家九弟。看来太傅的胆子也是大呀，亲赐的棺材也敢挪。长公主身居高位都能走，此物有何不能？好厉害！我也来，我也来。哎呀，齐娘子、阿唐娘子，哎，真是坏了我的好心情。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了？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楚唐娘子行礼吗？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样阴阳怪气的，做给谁看呢？好啊。那我也想问问阿唐娘子，你知道你叔父魏将军楚灵没有守护好边郡，百姓都会遭殃的吗？我知道，大家口不择言，是对民众国事担心，这样很好。我们闺中女娘们就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大事，这样方才能知道世道艰辛，民生疾苦。但是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管中窥豹，自以为是。什么口不择言？我们说的都是事实。什么是事实？眼见才为实。你是亲眼见到我叔父防守失误，朔漠人占到便宜吗？你还想狡辩？你们知道云中郡有多大吗？你们知道一场战事有多少将官吗？你们知道朔漠横亘在大楚的商道上有多少朔漠人在我们往来运输的道路上吗？只要朝廷查明了罪责，会定我叔父有罪无罪。只是现在，你们谁都不能空口定罪。战事一起，瞬时万变，错综复杂，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听。而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云中郡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能人云亦云呢？走，走啊！阿唐，我……对不住。楚小姐看起来兴致倒是不错。楚家如今风雨飘摇，还能喝得下茶去。你要是想来看笑话，里边请，说书先生那儿更热闹。阿唐，怎可如此对太傅无礼啊？太傅想看戏，我便介绍他去戏园子，怎就无礼了？难不成我们姓楚的这就给定了罪，一句话都说不得吗？当然说得。阿唐娘子直言不讳，令人钦佩。即便你叔父真的不幸获罪，还有一个长公主为你撑腰啊。太傅说的在理，告辞。阿唐，等等我。完了，我这方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对呀，后怕了吧？你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方才就是在气头上，我哪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呀？这眼下回过神来，我魂儿都快吓掉了。不过事已至此，我说便说了，谁又能拿我怎么样？阿唐，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以前从不与人争执，更别提为了楚将军跟楚昭。叔父啊，叔父，你可千万别被获罪啊！我的阿昭，你可快点回来吧。你这伤都还没好全，就敢这般折腾？我有分寸。此人真的可信吗？梁强就算官职再小，那也是正经官兵。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虽然没有软垫高枕，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多好，一举两得。让他们俩下来。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重载不会超过300-500斤。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至少得有800斤。车上还有别的东西？看这车辙的痕迹，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有人如此大费周章，想对望城下手。望城是边陲重镇，倘若望城失守了，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边关军令第10条，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以萧巡的身份，弄几块这样的令牌，易如反掌。随我进城，你们先回去。跟上。世子，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信古关，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让他们扮作商队，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沿途切勿怠慢。是。等他们攻下望城，我们再出兵。姐，不好了，姐！报信的兄弟说，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向望城方向去了。从萧南郡而来，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一旦失守，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粮草断绝，朔望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坏了，那2个还在暗角城，恐怕也已经到王城。禀将军，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山匪一贯作恶多端，即刻问斩。将军斩我2人易如反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时，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你好大的胆子，居然在这儿妖言惑众！若我们真是山匪，何必自投罗网？今日进城，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运草车队车辙印深于半指，分明是藏了武器。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搜查城内，加强守备。住手！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煽动百姓，乱我军心！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杀！
好一个智胜奇招啊！没死在萧群的刀下，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你说错了，我的自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啊！反了，反了！速速将这二人拿下，就地正法！谁敢！魏将军麾下副将钟长荣特迎长公主尊驾。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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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不见，不认识钟叔了？钟叔，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狗官瞎了你的狗眼！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成我，赶紧滚下去吧，下去办事。钟叔，你怎么来了？嗨，你阿爹担心你，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都赶到一半了，这小子来信了，说你们快到望城了，害我白跑了2、300里，急急忙忙往回赶呐。比我想象中的要来得慢一些。老钟，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哼，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报！趁后发现，有说我们军3000从北面而来，已经在望城50里内。他们早有准备，这是要瓮中捉鳖呀！报！报！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东西南暂驻校门，各陈兵500。哎呦，不多，这还不多啊？望城屯兵只有500，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啊？仗还没打，说什么丧气话？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800也打不过3000，放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你要是再扰乱军心，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3000兵马入境，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除了萧玄，还能有谁？这是打开自家后院，引狼入室。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对呀，阿昭，你此刻走，我们断后，
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不能走。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望城在云中郡后方，若是朔漠打下望城，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萧巡再趁乱夺位。所以，望城不能丢，我也不能走。你没事吧？葛大婶，你怎么来了？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这位是葛大婶。苍木寨，山匪。对。我们从东门闯进来，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葛大婶，你来的正好。你如果需要，吩咐便是。我们先回府衙议事。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葛大婶，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楚朝实在是过意不去。先前对抗萧南追兵，已是连累大家。如今望城危急，竟又要拖累你们。话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敌军当前，谈什么拖累？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记着。长公主说的没错，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已经全数缴获。赵大人，布防图。朔漠兵取道萧南郡，而萧南郡山路崎岖，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对，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在前后夹击云中郡。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我们应当如何？以我对萧巡的了解，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朔漠3000，对我们800，他们还是更占优势。望城城防物资有限，要如何取胜？我阿爹说过，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长公主讲得好，你可有什么谋划呀？阿九，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乃是朔漠人的水源；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而且只有明哨。赵大人，水路上游可有支脉、隘口等水脉地势？你要断掉他们水源？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每到旱季便会干涸。如果引水倒是可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这个交给我。你有什么办法？别忘了，
变肉。哎，我这贪生怕死之态，我骗不过朔漠人啊！我去。你一个斥候，凭什么取信于敌？我凭何取信敌军？长公主应该很清楚。大帅，可向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报，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将军，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城内共500守军，皆装备陈旧，疏于训练。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此时南城守卫最少，我们若从南门进攻，可迅速拿下望城。你一个叛军之将，为何要帮助我们？我粮食全阻，皆因宫变。无辜惨遭流放，大仇皆视我为草芥，我又何必为他守节？那你所求何物啊？若顺利攻破望城，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取楚灵儿代之。调虎离山，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啊！诡计多端，当杀！主帅，师傅来报，我手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带下去。传令，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速速从南门破城。是。
苏木退兵了，此战歼敌2000，我军折损300，宗将军已率兵回城。好，太好了。谢燕来呢？还没有消息。我答应过你，会活着回来。长公主这手法，多少带点私人。我离京时，是谁承诺会替我守好皇城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但谢艳芳肯放你离京，必有所图。现在朝中如何？谢艳芳会照顾阿宇，但她需要长公主令，牵制邓毅。我把长公主令给她了。也对，你那三哥本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若你离京，也只有他能够保护好阿宇。你伤还没好，
需要好好休息。早点睡吧。他们就给了我们1剑法。是我要求的。你伤得这么重，如果离我太远的话，我怎么保护你？方才守门的小卒用白狼语报信，说追兵已被全部截杀。若是萧巡的人，没必要自断臂膀。你还会说白狼语？在大漠的时候，我爹教我的。这世上，除了他，没人知道。可若是他们演戏怎么办？萧巡的人没必要杀自己人。若是邓毅，以他的谨慎，不会选一群有救主的山匪合作，他信不过。至于你三哥，就更不可能了。不管葛大婶他们对我爹是敬是怕，但至少我爹对他们从无恶意。我还是不相信那群狼会突然改吃素。那谢统领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那若是赌输了怎么办？那至少黄泉路上有你作伴。这是沙湖哨。没错，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你嘴挺硬啊！说不说？你要不说，我就把你剁碎了，扔到了山里喂狼。不要！说不说？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在这办点正事儿啊，先不招呼你们了。交给我吧。啊？我有病！这下手这可是，还在叫，太厉害了！真惨！我跟你说，就这样，我们原谅。直接让他真是看不出我。怎么样？他招了，
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岭，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人马今夜就会赶到，我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得告诉我姐去。 你方才那些严刑逼供的手段，也是从我阿爹军营里学的？不是的，老头主张善待战俘，不会对他们严刑逼供的。你不怕了？我有甚可怕的？我自幼在军营长大，还是见识过杀伐和血光的。 这种见识不是好事，倒不如不见的。可人生在世，谁又有得选呢？我不愿杀人，可有人要来杀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杀人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还有我爹。 我想活着见到他。我帮你杀。